用你们俩去扳倒林尚书的弟子，确实勉为其难了。行了，从今往后我也不逼你了，明日你便可下山。何姑娘，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儿。不是发自内心的，你是不会坚持的。我能坚持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做到会非常困难，因为你现在面对的不是林尚书的弟子，你要面对的是要战胜你自己。何姑娘，请你相信我，这次我真的能坚持。算了，别说了，恐怕做不到3天又该后悔了。不会的。你还是走吧，我已经给我师哥都写好信了。回京之后，你就去药堂帮帮忙，愿意学医呢就学医，不愿意学呢就混日子。当然了，要是有更好的去处，我也不留你。何姑娘，你别赶我走行吗？我这次我真的明白了付出的重要。你平时那么怕蛇，这次为了名钱，连命都不要了去救他。何姑娘，我原来总给你添麻烦，你不但没嫌弃我，你救了我，帮助我，还不断的教导我，一点怨言都没有。何姑娘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徐有为。这样不对，看好了。这样，然后使劲儿。哎，明杰，你怎么出来了？赶快回屋躺着去。师傅，我也想练功。让他练练吧，练功有助于身体恢复。那行，去练吧。来。举高。在春秋时期，齐国的宰相管仲曾经说过：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；四维不张，国之将亡。”一国尚且如此，那我们入朝为官，就更加应该注重这一点。今日为师就与你们讲一讲这礼义廉耻中的礼。对上毕恭毕敬，对下宽容大度，这便是礼中的精髓，谦和。你们平日在家娇生惯养，甚至于飞扬跋扈，若是把这些毛病带到朝廷，那肯定是要碰壁的。还有就是千万记住，不能锋芒毕露。所谓树大招风，这些你们可能听不懂，为师就说一句不太入耳的话，也就是说，你们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。老师，说，那个我想问一下，夹着尾巴，那不是狗吗？方才玉林说的很对，为师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在主子面前，你们必须要是一条狗。
好了，接下来你们温习一下，如何在主子面前做一条懂事的狗。都打听清楚了。大人，都打听清楚了。大人，还有一件事。坐。谢大人。说，什么事？大人，小人手下在青云观发现了何秀姑、徐有为和韩明杰。他们去那儿干嘛呀？练武，跟着华阳道长练习武功。他们练得非常刻苦，我真没想到那个纨绔子弟徐有为会这么卖力。还有那个傻瓜韩明杰，虽然蠢笨，但也非常认真。看来他们是有目的的。这是冲着本官来的，不然也不能下这么大的决心。大人，我们要不要派人杀了他们？不可。杀了他们，那个韩将军必然跟本官拼个鱼死网破，而且在道观杀人，影响太大。那大人想如何解决他们呢？这样，你先回去，本官自有办法。是，那小人先告辞。田大人，我派去的人打听到何秀姑的消息，竟然听说何秀姑领着徐有为，还有那个大傻子韩明杰，在青云观跟华阳道长练习拳术。这条蛇死而不僵，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！如我所料，这个何秀姑想让徐有为和韩明杰练好了功夫，同玉林和我教授的那些学生比试。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两个人，一个纨绔，一个呆傻，他怎么能跟玉林和您培养的众大人的子弟较量呢？哎，田大人，难道你忘记了，那个何秀姑能把大傻子韩明杰培养成一抓准，难道他还办不成这件事吗？棋差一招，往往满盘皆输。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多得数不过来，如果我们不引起重视，就显得太过愚钝了。林大人所言极是，咱们是不该掉以轻心。那您有什么打算吗？现如今，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何秀姑跟皇后娘娘的交情。若不小心让皇后娘娘再盯上我们，那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？所以事情要一步一步的来。这样，咱们先盯紧一点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咱们就……陛下，皇后娘娘，启禀陛下，田尚书说有急事要走。哦，召他进来。是。
天上书又来搬弄是非了。先不要武断嘛，先听听看。微臣拜见陛下。免礼了。天上书这么着急找朕，是为何事啊？微臣属下打听到，徐廷丽的儿子徐有为，还有韩将军的儿子韩明杰，他们在青云道观和华阳道长学习拳术。这有何大惊小怪的？无非就是练习拳术而已。陛下，这可不仅仅是练拳那么简单啊！先说这何秀姑，京城名医，却弃医习武。与他同去的是一个罪臣徐廷丽的儿子，另一个是韩将军的儿子。陛下，您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？哎呀，你认为一个傻子再加一个每天只知道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，能有什么蹊跷的？这未免有些危言耸听吧？娘娘，陛下，微臣绝非危言耸听。照你这么说，难道说他们是要纠集一帮人，替徐廷丽翻案？微臣就是担心啊。这个韩将军手里握着兵权，而何秀姑呢，又深得民心。万一他们为徐廷丽揭竿而起，造谣生事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所以微臣急着来觐见陛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得不防啊。是吗？到底是谁在害怕什么还不一定呢。好了好了，你先退下吧，朕自有分寸处理此事。微臣遵旨。这练武需要摒弃一切华而不实的东西。再来。不错。再来。何姑娘。屈公公，民女拜见屈公公。何姑娘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华阳道长。啊，华阳道长，这是屈公公。啊，屈公公。屈公公今日来此，是祈福呢，还是进香啊？都不是，是圣上最近身体疲乏，特派奴才请何姑娘回去替其诊断的。请我？这宫中有那么多御医，
他们个个都比我有经验啊。何姑娘太谦虚了，您的医术可远在他们之上，要不然圣上怎么会派奴才来请您回去呢？那既然是圣上下旨，民女理当遵旨。道长，我去就会。这里呢，就劳烦道长了。放心吧。师傅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师傅进宫啊，给圣上瞧病去。我也去。你不能去，你得在这儿练功。我要去。听不听话？跟华阳道长好好练功啊。曲公公，还得劳烦您稍后，我更了衣便跟您走。好。民女何秀姑拜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。谢陛下。何秀姑，你知道朕招你来是为何事吗？曲公公跟我说，让民女给陛下瞧病。不单单让你为朕而看病，而是全城的百姓都需要找你看病。可是我现在听说，你带着徐有为和韩明杰去了华阳道长那儿习武，这岂非有点本末倒置？你能跟我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？回禀陛下，确有此事。不过，这事有什么问题吗？徐有为跟韩明杰是我的徒弟，除了学医之外，这师傅带徒弟去练练武，有何不妥呀？不知圣上为何如此关心我们？难道是有人传了什么谣言？朕自然不信谣言，所以才招你前来啊。看来真是有人观察着小女子的一举一动啊！哼，然后再编造谣言进谗呢。啊，陛下，我终日在药堂给人瞧病，深感疲乏，所以去那青云观习习武。何姑娘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吧？徐有为和韩明杰年轻力壮，他们既未曾感觉到疲乏，又为何学武？田尚书这话说的可不妥了。这不会练武的人也可以学学呀。再说了，他们常年伏案，这学点武功呢，强身健体也是可以的呀。哼哼，如果是强身健体，练拳自然是无可厚非。但听说他们两个练的是非常刻苦啊。这有何不妥啊？有何不妥？那本官要问了，强身健体有必要下这么大的气力吗？这田尚书可是刑部尚书，这朝中有那么多大事，为何如此关心我这区区草民呢？哼，正因为本官是刑部尚书，所以对任何异常的行动都要加以关注，这有何不对呀？你这是无理辩解。何姑娘说的对，朝中有多少大事你不管不问，却关注几个草民。在此，本官不想为我而辩解，而是觉得有人甚为可笑。他们不是想为陛下做事，而是打着为陛下尽力的幌子，大整与他们意见不合之人。哼，既然韩将军这么说，那本尚书就直说。鉴于历史上谋反的教训，对任何可疑的蛛丝马迹都不可掉以轻心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何姑娘和我儿在谋反了？本官没有这么说，只是说要关注反常行为。他们有什么反常？这还用说？微臣所说的，请陛下听听。
请众大臣们想想，这一切不反常吗？我看你是想借此打击报复人，为陛下做事得罪人，本官无怨无悔。行了行了，不必再争吵了。何秀姑，你可否跟朕说一说你真正要去道观的目的啊？道长，你说何姑娘能很快给圣上看完病回来吗？这屈公公说是让秀姑给圣上看病，不过从其神态来看，其言并非属实。这件事估计与你二人有关。啊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啊，分明就是自找难堪呐！他们二人怎么能和田公子相比呢？根本就不能比嘛！这真是太岂有此理了！是啊。何秀姑，你听听大臣都说些什么，他们不相信你说的。民女说的都是实话，虽然您信任这林尚书，可是这林尚书在民间的口碑并不是很好。先不。我大唐的社稷就危在旦夕了。说得好，何秀姑，你不要在大殿上信口雌黄。陛下召你来这儿，不是让你来训斥朝廷重臣的。大胆的何秀姑，这朝堂之上，满殿文武，岂是给你训斥的不成？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我知道，你们的子弟很有可能就在林尚书的门下，所以恳请陛下，我之所以让徐有为和韩明杰习武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：3年之后，我必定打败林尚书教授的弟子。我指的不光是武，还有文。哼，何秀姑，你也太过于狂妄了。今日我何秀姑就在这朝堂之上立下文书，如果我失败了，任凭陛下处罚。
但如果我赢了，就请这林尚书自行辞官，永生不得入朝。哼，本官不会上你的当。怎么，林尚书害怕了？连这文书你都不敢签呢？真是枉为二品大员了。看来这林尚书也没什么才气和底气嘛。陛下，何姑娘说的极是，连徐有为和我儿都不敢比试，那林尚书根本就不配当礼部尚书。大胆韩将军，你竟敢在朝堂之上辱骂当今天子！陛下，方才何秀姑诽谤微臣，微臣以为他一介草民，不予理论。可韩将军乃朝廷重臣，执掌兵权。方才何秀姑说微臣徇私舞弊，还说微臣在监考科举中种地的才子们都是平庸之辈，也就是说微臣也一无是处。而韩将军苟同不已，说微臣不配司职礼部，可微臣礼部尚书一职乃陛下亲赐。难道韩将军是在指陛下重用微臣也是徇私舞弊不成？陛下，末将绝无此意，千万不要听信林青山谗言狡辩。陛下，微臣句句实言，相信陛下方才也能感觉到他们的欺君之意，望陛下明察。陛下，民女敢以性命来担保这韩将军的忠肝义胆，倒是这林尚书为何对我的提议闪烁其词，不敢应战呢？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，请恕微臣哄笑朝堂之罪。方才何秀姑所言，微臣实在是忍不住。微臣本想，这何秀姑乃一无耻刁民，可是念其在之前世驾有功，更加上韩将军虽有不敬之罪，但毕竟曾为朝廷立下过汗马功劳，所以才不愿与其签订这荒谬之极的比试之约。既然何秀姑与韩将军执意如此，那微臣就了却他们的心愿，也好证明他们是否有谋反之心。微臣就此与他们立下这字据，望陛下安准。好，那就不必再争论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就定下3年之后，由何秀姑带着徐有为、韩明杰和林尚书的弟子们一起比试文才武功。如果何秀姑带的人输了，就对他严惩；林尚书如果输了，自动引咎辞官。微臣遵旨。谢陛下。末将遵旨。来呀！笔墨伺候。
田尚书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林大人，您说我们这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吗？这个何秀姑伶牙俐齿，方才若不是我随机应变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凶多吉少？这一旦比试起来，那个徐有为虽是个草包，但是在何秀姑的调教之下，还不一定变成什么怪物。还有那个韩呆子，也不可以掉以轻心。林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万一他们获胜了，别说您这官职保不住，就连玉林他们也别想在仕途上混了。咱们还得想想办法，怎么来对付这个何秀姑。此事不能着急，需从长计议。不过，首先要做2件事。这第一，要抓紧时间督导玉林他们习文练武。这第2件嘛，也是一劳永逸之策，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何秀姑他们，师妹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。好。师妹，过了前面这个镇子就到徐州了，我们可以在那停留几日，等找到了些线索，再去昆山。你不必太担心，这次回去一定会得到张大人的庇佑，这件案子一定会水落石出的。但愿如此吧。还有多久才可以进城啊？大概还有2、3个时辰吧。还有水吗？没有了，师妹休息一下，我帮你去打点水。好，师兄。师妹。小姐无大碍，只是中了点暑气，加上连日劳累，身子有点虚弱，只需好好静养几日便可。多谢，有劳大夫。请随我去抓药。好，请。你请。啊。情况，你们2位都清楚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没有后路了。哎呀，要我说呀，我不想听到任何埋怨的话，我只想听到办法。昨夜我一宿未眠，我捋不清楚头绪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习文和练武？这事啊，说起来简单，其实很难呐。青云观，恐怕我们是去不了了。那就意味着我们得藏起来练，藏起来学。可是找到什么地方，能不被姓林的、姓田的发现，太难了。韩将军可有好地方啊？昨夜我也曾想过。要说起来，我这个兵部将军掌管着不少兵马和军队，可以让你们去任何驻地。可是，保不住那些人和田尚书、林尚书有联系，我觉得还是不能大意呀。再就是把你们藏在军中，即便林尚书、田尚书找不到下手的机会，他们也会向圣上诬陷我们在军中图谋不轨。圣上生性多疑，
尤其对叛乱和谋反尤为敏感。他很可能会加罪于我，到那时候就适得其反了。哎，要我说呀，就去深山老林，既不容易被人发现，哎，还能静下心来习文练武。对，藏在山林并不是上策。俗话说：“大隐隐于市，小隐隐于林。”山林是人烟稀少，可是林田二人想要找到你们，并不是难事。有道理。这地方找不着，习文和练武无从谈起。你们一定都听说了，3年之后，何秀姑就会带着徐有为和韩明杰，同你们当中的佼佼者比试文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这地方啊，我是没想到，但是我想到了一条妙计。你说，你看，有为跟明杰不是跟田玉林差距很大吗？他们这样练，再练再学也很难赶上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先带他们出去周游。然后传出消息说你不幸身亡，比试不就自然取消了？亏你想得出来！不是，那不然怎么办呀？你差距大不说，连个地儿都没有。师哥，如果你没有好的办法，麻烦你闭嘴好吗？这样吧，还是去我府上。那儿有吃有喝，还有士兵把守。哎，韩将军这个办法好啊！不可不可，韩将军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圣上对结党还有谋反极为的反感。我们在韩将军那里，这一旦林尚书和田尚书挑唆的话，这圣上还是会找我们麻烦的。这话说起来也对。可你们还有什么好地方吗？哎呀，这天地之大，难道就没有我们容身之地了吗？一定会有好办法的。刘氏的案子，说明当地官府并不干净。若是我们请他们相助，说不定会打草惊蛇，反而会对我们不利。言之有理。那接下来，你准备怎么办呢？